西游记》第34回，魔王巧算困心猿，大圣腾挪骗宝贝。这孙大圣可真是冷静得很呐，在骗了羊脂玉净瓶和紫金红葫芦之后，也并没有贸然的去救师傅，而是变成了一只苍蝇，先去探听一下敌情。不过这探听下来可真不得了啊，原来这妖怪一共是有5样宝贝，除了前面说的2样之外，还有7星剑、芭蕉扇和黄金绳。不过这黄金绳并没有在妖怪手里，而是在妖怪的老妈那儿呢。这2个妖怪要吃唐僧肉了，就派巴山虎和倚海龙这2个小妖去亚龙山的亚龙洞把母亲给请过来，顺便也把黄金绳给带过来。这些情报早就被孙悟空听得一清二楚。在2个小妖怪去亚龙山的路上，孙悟空就将他们打死，然后自己变成了倚海龙，拔了根毫毛变成了巴山虎，假模假样的前去亚龙洞延请老母亲。在请到老母亲之后，回莲花洞的路上，孙悟空又把这个老妖怪给解决了。定睛一看，原来这老妖怪竟然是一只9尾狐狸。现在孙悟空自己变成了这位老母亲，手里拿着抢过来的黄金绳，拔了几根毫毛变成妖怪，进洞去戏耍金角、银角大王去了。不过刚一进洞，猪八戒就看到了这位老母亲的背后有一根猴子尾巴。猪八戒又是个不怕事大的主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猪八戒这一笑，风声就走漏了呀。孙悟空再也没办法装下去，只能即刻显出原形，和银角大王扭打在一起。孙悟空想用黄金绳缠住银角大王，却不想这银角大王竟然会松绳咒，只要一念这咒语，绳子就会松开。银角大王松开绳子，翻过头来就想绑住那孙悟空。他多念了一个紧绳咒，把孙悟空一下子就绑住了。这次孙悟空可是班门弄斧，玩砸了呀。然而黄金绳这种玩具也是拴不住我们孙大圣的。孙悟空卖了个神通逃了出来，然后用毫毛变成一个假身体，依旧装作被绑住。自己呢则假称是赭行孙再来挑战。这次银角大王拿出了他的紫金红葫芦，叫他赭行孙。孙悟空本想着这是自己的假名回答一下应该没关系，可没想到这破葫芦竟然不是智能葫芦，分辨不了人的名字，只要回答了就会被吸进去。可怜的孙悟空瞬间就被吸入葫芦了。孙悟空此时眼见要化成脓水，他急中生智，拔下毫毛变出了半个身子，看起来就像是被化成一半的样子，在那里呼天喊地的直哎呦。自己呢则变成了一只焦摇虫，趁着这2个妖怪揭开葫芦盖子观看的时候，呲溜一声飞了出来，而且还趁着这2位大王喝酒的时候来了个调包计，把紫金红葫芦给偷走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假葫芦放在银角大王的旁边。在本回当中，孙悟空的毫毛是大展神威，巴山虎、倚海龙、妖怪的母亲都曾被孙悟空假扮过，甚至连孙悟空自己也有可能是他的毫毛变的，真真假假，纷繁复杂。不过但凡是变化的就有破绽，孙悟空变成老母亲，猪八戒就看到了他的尾巴；孙悟空变成小妖怪，猪八戒则看到了他红红的猴屁股。可见山寨的就是山寨的，总会有破绽，凡事小心谨慎，多多观察，就不会被这些毫毛所欺骗了。话说孙悟空这是第2次逃了出来，那他该怎么解救师傅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